燕城帅哥，您这是沙漠王子的打扮啊，最近都好吗？ Kate，谢谢你的关心，最近事业比较忙，到处上天下地的查看风力发电设备，所以做一些防晒。燕城帅哥，之前投资绩效很棒，还赚了一台 Tesla，带住全家出游，好棒棒啊！那是因为有遇到贵人提携，给我学习胖叔您分享的巴菲特思考啊。胖叔，我们都知道巴菲特爷爷以前的投资是学习他哥伦比亚的老师葛拉汉，您可以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后来他转变投资方式，被查理芒格爷爷影响呢？查理芒格也算是巴菲特爷爷的贵人哦。胖叔，巴菲特爷爷自己也说过，葛拉汉是他一生的老师，葛拉汉倡导的投资理念，塑造了他投资理念里最基础的部分。怎么说查理芒格是他的贵人呢？ Kate， 这个思路很好，请容我慢慢讲。很多人都知道查理芒格这个名字，也知道他对巴菲特的影响很大。如果想讲芒格的事迹和理念，胖叔可以讲很久。胖叔先从他对早期的巴菲特的重要影响开始讲起。查理芒格让巴菲特整体的投资理念从用好价格买一家普通公司，进化到了用合理的价格买一个好公司。实际上，用好价格买一家普通公司正是葛拉汉的投资理念。早期的巴菲特，葛拉汉的投资哲学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对于葛拉汉来说，他秉持这样的理念，自然有他的道理。胖叔还是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这个问题。对于葛拉汉主要在做投资的上世纪30到50年代来说，美国几乎都笼罩在1929年大萧条的阴影之下，人们很长时间对股票和投资是非常恐惧的，很多股票都被赋予了极低的价格，因为人们对这个市场已经失去信任了。胖叔，如果我们再次面临1929年那时美国近1/4人失业的惨状，应该也会很怕听到投资这2个字。是啊，那时候葛拉汉开始拿住他的价值投资探测器，寻找废墟之中那些明显被低估了的股票。当时有很多股票价值远远低于公司的清算价值和净值，甚至公司的市值还没有公司的账上现金多。所以对于那个时候的葛拉汉来说，能做出这种判断，并且反复的成功，恰恰是建立了一种成功的投资框架和哲学。后来，人们形象地把这种投资理念叫做捡烟蒂，这个说法来源于巴菲特在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他说，你满地找雪茄烟蒂，终于找到了一个湿透了的、令人讨厌的烟蒂，看上去还能抽上一口，而且那一口是免费的。所以你就把它捡起来，抽上最后一口，然后扔了，接住找下一个。这听上去一点都不优雅。但是如果你找的是一口免费的雪茄烟，这个方法还是值得做的。这就是捡烟蒂式的投资法。虽然烟蒂并不算什么好东西，但是由于获取的成本非常低，所以还是能赚到钱的。当然，后来美国经济随着二战的到来迅速发展，投资者们对股市投资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人们也变得越来越聪明，那些显而易见的很便宜的股票逐渐消失了，烟蒂越来越少。胖叔，所以巴菲特要开始变身了吗？没错哦，巴菲特后面的转型，也就是从用好价格买一家普通公司，转变到用合理的价格买一个好公司，是非常关键的。1965年，巴菲特去拜访了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他亲眼目睹了沃尔特·迪士尼极大的工作热情、非凡的专注力和把这一切打造成一个生意的能力。回来之后，他研究了迪士尼的财务报表，上面说那一年迪士尼税前利润是2100万美元，公司市值才不到9000万美元。当时迪士尼乐园的加勒比海盗船游乐项目刚刚开幕，光这一个项目的投资就是1700万美元，也就是说，整个公司的全部市值不过是旗下一个游戏的5倍。巴菲特觉得这个公司非常便宜，于是在1965年，巴菲特斥资400多万美元，购入了迪士尼大约 5% 的股份，成本是30亿美分。1年之后，迪士尼就业绩大涨，股票飙升。结果巴菲特看自己已经获利不少，就把迪士尼的股票在48美分左右的价位卖出去了。1年赚了超过 50%， 当然是非常出色的水平了。但如果巴菲特真的把股份持有到现在，这笔交易就可以变成几十亿美元。哇，那太可惜了。确实是，巴菲特在1995年的股东信中也提到过这件事，究其原因还是当时的巴菲特仍然在捡烟蒂的投资理念之下，思路没有转过来，没能看到这个生意在未来如果增长下去，可能的前景有多么大。实际上，这就是芒格对巴菲特最大的改变之一。芒格笃信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大生意，
这和巴菲特早期的捡烟蒂思想正好相反。巴菲特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同事介绍到芒格那里，有一次芒格让他写一份关于隐形眼镜护理药水制造商艾利根公司的报告，结果这个同事写了一份非常格拉汉式的报告，比如重点关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有多少真实的账面价值等等。结果芒格看到之后狠狠批评了他一通。查理芒格说，我喜欢的是大生意，我们应该关注这家公司无形资产方面的东西，比如它的经营管理水平、品牌的持久性，如果有公司想和它竞争，需要些什么等等。实际上，这和胖叔现在对一家公司的分析逻辑很像，但巴菲特也是慢慢接受这个理念的。用芒格的话说，他觉得格雷厄姆的局限性在于认为未来更多的是危险，而不是充满机会。显然，如果抱住这种思想来做投资的话，就会错过美国过去几十年大发展的一整个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总说，如果没有芒格，他会比现在穷。胖叔必须来澄清一个细节，就是巴菲特和芒格到底是怎么开始合伙做投资的。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巴菲特和芒格的故事是这样的，两个人都是社会成功人士和投资大师，然后某一天机缘巧合遇到了一起，觉得一见如故，于是一起开创了波克夏这家公司，然后就一直并肩战斗至今，成为一对传奇搭档。但实际上，上面这个描述里面的细节全都是错的。其中最重要的错误之一就是，巴菲特和芒格其实很早就认识了，准确说是在巴菲特29岁，芒格35岁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了。而他们真正在克夏公司一起做投资是什么时候呢？正确的时间是16年之后。换句话说，其实巴菲特和芒格两个人在认识长达16年之后，才获得了一个真正的契机走在一起，然后用接下来的40多年一起打造了一个投资界的传奇帝国。胖叔建议思考问题不能只看一个结果，去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过程，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结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芒格对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影响，更多人知道这两个人是一生的好拍档，但很少人知道巴菲特的这种观念转变是很缓慢的发生的。是查理芒格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待了10年之久之后，才慢慢把巴菲特的思想转变过来的。胖叔并不是说巴菲特旧有的观念就不对或者不好，要是不好，他也不会投出美国运通这样的经典。但不能忽视的是，一个人观念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反复在实践中体会的。另外，两个人在真正走到一起之前，其实一直是以两个独立的投资公司存在的，但是二人早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两家人经常一起吃饭和度假。但即使这样，他们也花了16年才走到一起，当然这一走就是40多年。胖叔仔细回想，在寻找我们的人生伴侣的时候，不管是生活上的伴侣，还是事业上的合伙人，很多时候都需要给彼此多一点点耐心吧。经过胖叔这样的讲解，就比较理解巴菲特爷爷也是从很多错误中慢慢修正自己的思考及投资方法。我们都需要贵人来指导或提携。如果大家觉得胖叔讲的还不错，记得当别人的贵人，把视频转发给周边亲友们哦。